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涛月。今天再给大家讲一起离奇恐怖的转生人事件。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女孩名叫乔安娜·波洛克，生于1946年。这个女孩叫杰奎琳·波洛克，生于1951年。他们一家都是英国人，姐妹俩的父母波洛克夫妇在英国最北部的诺森伯兰郡的赫克瑟姆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平时还要做配送牛奶的业务。所以打出生起，这俩姐妹主要就由外祖母照顾。姐妹二人的感情非常好。由于姐姐比妹妹大5岁，所以父母回忆说，姐姐经常在生活中扮演母亲的角色，经常照顾妹妹。妹妹也接受了这一点。姐姐喜欢穿戏服，喜欢自编自导一些戏剧玩。姐俩还喜欢给家中的长辈梳头。3岁那年，妹妹杰奎琳不慎从3轮车上摔下，导致她前额右眼上方鼻根附近出现了一道小伤口，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除此以外，她的腰部左侧还有一块圆形深色胎记。根据父母回忆姐姐乔安娜似乎从小就有种宿命感，她认为自己长不大了。她经常感叹，我永远也不会成为淑女了。时间来到1957年5月7日，11岁的姐姐带着6岁的妹妹，还有一个男性小朋友，小伙伴3人一起过马路去教堂。没想到马路边冲过来一辆卡车，将3名小朋友当场撞死。这是当时媒体关于这起车祸的报道。事后查明，肇事司机是一名女性，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服用了致命剂量的阿司匹林和苯巴比妥。事故发生后，她本要自杀，但被人拦下，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波洛克夫妇得知2个孩子遇难后，悲痛欲绝，家中的天都塌了。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夫妇2人生活得浑浑噩噩，多次发生争吵，甚至险些离婚。夫妇2人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人死了就是受到了主的召唤离开了，比如说上天堂了什么的，不存在什么灵魂还在附近游荡转世轮回什么的。这个之前在贝尔梅斯鬼脸那期节目里咱们也提到过家中出现鬼脸这种事儿，立刻引起了天主教会的重视教会不允许这种阴魂不散的异端邪说传播开等等。妻子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但丈夫却不断祈祷，他希望2个死去的女儿有一天能够回来。他时常对妻子说，感觉2个孩子就在家附近游荡，他预感2个孩子还会以某种方式回来。当然虔诚的妻子非常反对丈夫这种说法。不久以后，妻子又怀孕了。1958年10月4日临盆。令夫妻俩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夫妻2人给姐姐起名叫吉利安·波洛克，妹妹叫 Jennifer 波洛克。姐姐吉利安比妹妹先出生了10分钟左右。我想大家应该猜到了夫妇2人对待双胞胎姐妹的态度了吧？母亲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认为这就是一对新生的女儿，和之前已故的2个孩子没有关系。而父亲他当然会认为这对双胞胎姐妹是之前那个2个女儿回来了。 I believed that the girls would come back. 至此，作为旁观者，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父亲是思念2个女儿心切，所以比较迷信。但是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双胞胎姐妹的长大，波洛克夫妇发现这对双胞胎姐妹许多地方都和之前车祸死去的2姐妹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从外观上，我们说了已故的那个妹妹杰奎琳前额右侧因为受伤有过一个疤痕，左腰有一块胎记。而从孩子出生起，夫妻俩就惊奇地发现双胞胎妹妹 Jennifer 她的右额头上也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小胎记，而她的左腰部居然也有一个胎记，完全和之前那个妹妹对应得上。随着2个孩子继续长大夫妻俩又发现了更多诡异的巧合。时间来到1961年，姐妹俩3岁大了。这里要告诉大家，波洛克夫妇说他们从未对这2个孩子讲之前2个女儿出车祸去世的事儿，所以这对双胞胎姐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2个已故的姐姐。一天，母亲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箱子，箱子里装着之前已故2姐妹的圣诞玩具2个玩偶。母亲把箱子打开，拿到双胞胎姐妹面前，想把玩具给他们俩分。没想到姐姐吉利安看到玩具，脱口而出说了句：“这是圣诞老爷爷送的。”这句话给母亲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些玩具确实是当年已故2姐妹的圣诞礼物，只不过眼前的基利安怎么知道的呢？ When I got these 2 dolls out, one said, "Oh, that's Mary and that's Susan."
and it was exactly the same names as my other daughters had named them. And that was the sort of really turning point in my way of thinking. 更为巧合的是，两个孩子居然能说出玩偶的名字玛丽和苏珊。这两个名字啊，是已故二姐妹给玩偶起的。从这一刻起，笃信天主教的母亲也对孩子转世一事深信不疑。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父母留心观察，发现了更多的细节。比如我们前面说了，姐姐喜欢自导自演一些戏剧穿所谓的戏服。现在这个双胞胎姐姐也是这样，姐妹俩喜欢给父母梳头。现在这个双胞胎姐妹也喜欢给父母梳头。之前那个姐姐乔安娜比妹妹大5岁，相处中一直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而现在这对双胞胎姐妹，尽管姐姐只比妹妹早出来10分钟，可她依旧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妹妹。还有，据父亲讲，有一次她无意在门缝外偷听两姐妹在房间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竟然是前世的那场车祸。姐姐基恋抚摸着妹妹的双眼说：“血就是从你眼睛里流出来的吧？当时车子撞的就是这里吧。”这段平静的对话给门缝外的父亲吓得脊背发凉，浑身冷汗直冒。因为当年二姐妹死亡后，父母去辨认遗体，姐姐杰奎琳的眼睛就是被绑满着绷带。还有一次，姐姐指着妹妹额头上的胎记说：“这是你从3轮上摔下来留下的。”还有更神奇的，我们前面说了波洛克夫妇住在赫克瑟姆。后来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并长到9个月大的时候夫妇二人搬家了，搬到了惠特利湾。等于这对双胞胎姐妹对赫克瑟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记忆。可又过了1年，姐妹俩4岁这年，父母带着她俩故地重游，回到赫克瑟姆。父母惊奇地发现，姐妹俩居然认得一些路，知道小时候常去的公园怎么走，隔着一座山居然能指出学校的方向。还有一次，家中收拾旧衣服的时候，姐姐吉里安认出了一件衣服，说：“这是妈妈送牛奶时候穿的。”可是她9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搬家了，放弃了卖杂货送牛奶的生意了。她怎么知道妈妈送过牛奶，还认出了妈妈送牛奶时候穿的工作服？父亲说，在学习过程中虽然姐妹俩同岁，但是姐姐基恋学东西很快，对铅笔的使用一学就会，而妹妹 Jennifer 则要笨一些。父亲认为是因为前世的那个姐姐她去世时已经11岁了，已经学了很多文化了，而前世那个妹妹去世时只有6岁，还不太会写字，所以到了这一世，这个妹妹显得笨一点。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网上有人问，明天我就要被执行死刑了，我今晚还能做点什么呢？有人回答说，好好背英语单词，下辈子赢在起跑线上。布洛克家双胞胎姐妹是前世车祸去世姐妹转生的事儿瞬间传开了，附近居民一时人心惶惶。此事件引起了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感知研究部创始人伊恩·史蒂文森教授的关注。他于1963年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并立刻与波洛克一家取得联系。史蒂文森长期研究人类的转生现象，他用40年时间走访了3000多名声称拥有前世记忆的儿童。经过调查史蒂文森发现这对双胞胎姐妹对汽车充满恐惧，在过马路时会非常惶恐，比一般的小朋友反应要大。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姐妹俩就经常在梦中惊醒，大喊：“汽车，它朝我们来了！”史蒂文森教授检查了 Jennifer 的胎记经过一些调查，教授又给出了一些双胞胎姐妹和之前已故姐妹之间的相似之处。已故的姐姐身材相对瘦小，双胞胎这个姐姐也是，而已故的那个妹妹相对上肢粗壮一点，双胞胎这个妹妹也粗壮一点。已故那个姐姐走路有一点外八，而双胞胎这个姐姐也是如此，等等等。最后史蒂文森教授给出的结论认为，这一对双胞胎姐妹的遭遇是典型的转生人现象。他将二姐妹的案例详细记载于自己的著作中。这些就是玄学派的观点这里要打断一下，关于二姐妹转生为双胞胎的事儿咱们很多年前也讲过一期可能好多朋友都没看过，咱们今天简单回顾一下。20多年前，有一对十分要好的小姐妹，17岁的石培悟和19岁的姚培罗。当然她们不是亲姐妹，可以说是好闺蜜，两个人天天在一块玩。1987年清明节这天，石培悟因为不好好干活，被自己的父亲臭骂一通。
她非常委屈，想不开。在和小姐妹姚培罗表示自己轻生的念头之后，姐妹二人居然决定双双喝农药自尽。1个月零3天后的5月8日，他们两个在邻村出生在了一户人家里，成为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吴诗彩，妹妹叫吴诗航。他们的母亲回忆说，就在她分娩的前几天，听人说邻村有一对年轻的姐妹喝农药死了。此后，我常在分娩前的阵痛中隐隐约约看见有一对年轻的女子走到我家来。分娩后果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事儿。后来两姐妹慢慢长大了，懂点事儿，便断断续续说她们当年是如何喝农药，又如何把农药倒在茶油里，又如何被人埋了，等等等等。后来当她们前世的爹娘听说此事后，便来到这里看她们。两姐妹更是如同看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一一跑到她们的怀抱，并不愿离开。现在两姐妹的上辈父母都已默认她们就是自己的儿女转世，对她们十分疼爱，而姐妹俩也十分留恋自己以前的家，时不时就要回家去看看，陪陪年事已高的父母，享受天伦之乐。我想这是万千悲剧中唯一一个可以令人稍感欣慰的故事。不同的是，吴家姐妹这起事件啊，所谓前世那两个小姐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转生为了双胞胎；而波洛克家族这个事儿啊，前世是亲姐妹转生为了双胞胎。我们再来看一看反方的观点。许多反对史蒂文森教授结论的人认为，波洛克双胞胎姐妹这些所谓的前世记忆啊，不过是年幼时父亲灌输给他们的。毕竟整件事的证人啊，只有孩子的父母。双胞胎姐妹在成长过程中，从父母、家人口中听说，包括偷听到之前已故姐妹的事情，也是很有可能的。反对者认为，孩子的父亲约翰极有可能夸张了一些事实，伪造了一些细节，过度解读了一些现象。他未必是想造假出名，他极有可能是思女心切导致的时间长，自我说服、自我强化自己，骗自己，让自己愿意相信女儿转世了，并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把许多习惯教会给现在这对双胞胎姐妹。之前史蒂文森教授有一个佐证他自己这个灵异说的观点啊，他说姐妹俩是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大家知道很多连胎记都是一样的。而这对姐妹中，只有妹妹有胎记，姐姐没有。教授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这是前世灵魂继承过来的，等等。但是最近几十年的科学证实同卵双胞胎的胎记也是有可能位置不同的，并不是什么灵异现象。1979年，姐妹俩的母亲弗洛伦斯去世。1985年，父亲约翰去世。去世前夫妻俩曾接受采访，夫妻俩说，以前每次来到已故女儿的墓前扫墓，都会无比难过。但是自从相信双胞胎转世回来之后，他们就很少来扫墓了。现在跟记者再回到墓前，也是说说笑笑，谈笑风生，因为他俩内心中相信，现在这对双胞胎姐妹就是之前死去那两个女儿。他俩还活着，那我给谁扫墓？之后的许多年中史蒂文森教授也多次对二姐妹回访。他发现二姐妹长大后已经完全忘记了年幼时候那些前世记忆，这一点和世界上无数转生人案例一样，当事人都是在3、4岁左右突然出现所谓的前世记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全部忘记。如今吉利安和詹妮弗姐妹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她们二人对自己是自己亲姐姐转生一事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她们并没有受到儿时记忆的影响，她们努力的好好的过着现在这一生。2007年2月8日，伊恩·史蒂文森教授逝世。临终前他做了一个实验，他买来一个保险箱，设置了密码，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自己去世后，如果能转世，他将对世人说出这个箱子的密码。到那一天，如果能打开这个箱子，就说明他真的转世成功了。然而可惜，直到今天，这个箱子的密码依旧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当然，按照史蒂文森教授研究的观点，他认为通常拥有前世记忆的儿童他那个所谓的前世都是遇害车祸这种横死，而史蒂文森教授本人是88岁那年寿终正寝的，所以这个实验也可以算是失败了。那么大家不用担心，我最近联合了知名 UP 主元宝路奇案，重新复刻了这个实验。这是我们买的一个新的密码箱，这个密码箱已经上锁了，密码只有元宝本人知道。他过2天就出门被泥头车撞死
过几年，如果有孩子能够站出来说出这个箱子的密码，我们把它打开，就证明我们这个实验成功了。大家放心，我们走出科学节目将持续为您关注这起实验的进展和成果。谢谢大家，我是邓肯。今天关于2个转生人的故事讲完了，咱们下期见。喂，吴晴啊，元宝卢钱这个车祸马上安排一下。他要是不想体面，你就帮他体面，做得干净点儿。好的。我操，我关摄像机了。